杆箱都是这种线条。你说做这个模具很贵啊？哎，对。一套下来得大概多少钱做这个模具？30几万。我真的一点都不夸张。做这个模具就你们自己做不了的。我们自己弄成的。那是把它融化是吧？不是融化，自己雕。这块铁是重新做的一个模具，一般要打多少次？不止10几次。啊。很多次了，有的地方不行的话，重新打一个样周期得多长时间？很长时间，打一个样，有的时候不一定1个月制。这个模具就是我们现在在卖的一款拉杆箱，它的模具的球全是钢的，特别厚，特别厚的重。工厂老板一直在跟我们吐槽说，现在整个行业很多工厂都在赌，比如最近流行什么样的款式拉杆箱，就疯狂的立马做几万件，然后迅速推广。赌对了，可能就能挣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；赌错了，可能就面临倒闭破产。这个是什么油啊？菜籽油。哎，正好这个一个槽，然后正好放一块铁片，咔一压，就压出来一个拉杆箱的那个。这个就是刚压出来的壳子，就是这样的，再去拿到氧化厂去氧化放到这个壳子里面。就这个黑色的漆就是氧化的，不是喷的那种漆，不是喷的漆。近几年拉杆箱市场发展的其实特别快，比如10年前我们在火车上经常能看到各种拉杆箱的轮子掉落的现象，而今天就不会再有这种情况了。以前的拉杆箱价格基本在几十块钱，而现在拉杆箱平均都在100多到200-300的价格。材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早期一般都是无纺布，现在用的很多都是 PC 铝合金。先放下面，这是一个槽。这个简单，这跟换手机壳差不多。塞这个皮条。对，这个角要塞到位。这个按这个皮条也需要一点手法和技巧的，你那个手法不对。年轻人就是聪明嘛，一点都不聪。就我一开始以为拉杆箱应该不需要人。啪啪机动机器咔咔过去了。你要不来工厂，你说一个拉杆箱纯手工，人家都不信。那起了老茧都不知道起多厚了，最起码你站上胶布，它有一点保护作用嘛。哎，我们一个人有做2、3个工序的。2、3个工序。这个了，一天做不了几个，因为它是全手工的，麻烦嘛。下螺丝。可以吧？没毛病。好，反转。看看这是干嘛？这里打这个鸦片。打鸦片。这是年纪片的。要把它放一个。哦，这样打了。那你也打一个。没用过。没用过，那台阶上小心。好像放一个这个。这个你鸦片。然后它好，踩一下子。踩点小心啊。踩。不要放平吗？放平。可以踩了。可以踩了。好紧张。没事。你踩到这松。哎，舒服。先把它按到位，再按开关。OK。好，把这个带子打进去。有一点处理，但不多了，已经放你看这个地方的。没有10中间，我们上次的那个就比较软了。杆子装好了。开模的时间，这个地方的搞就圆了。把杆又装好了。这杆都是这个地方。走，下一个环节。
它这个打好多个眼，要钻很多个洞，然后加很多螺丝，就万一说如果被刮花了，没办法处理了。没办法。哇，那还是比较小心一点。一般的刮是不会刮花，就是怕碰撞扁了。扁了，还有会。回来敲一下，敲一下，可能敲不了软模来样这么好。这个是前铝箱最大的忌讳点，但是这个耐老比那个塑料的耐老比它要看起来要时尚高大一点的。我们今天拍摄的这个工厂主要是做铝合金拉杆箱。铝合金的拉杆箱和 PC 相比，工艺更复杂，也需要更多的成本，而且铝合金的拉杆箱也更容易被刮花和变形。但是它整个的质感和手感，包括观感，都要比 PC 的要好很多。但是呢，市场上目前做铝合金拉杆箱的并不多，大多数都以 PC 为主。所以大家在选购这些拉杆箱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这一些材质。今天呢，我们感受了一下拉杆箱的那个制作的过程。我们今天这两天发现，大部分的工艺这种还是手工的居多。然后铝合金的呢，就可能现在很多价格比较贵，所以很多人没有用过铝合金的。但是铝合金的其实质感非常漂亮，它更具有光泽度，然后铝合金的更结实。反正总体来看的话，我觉得品质会更高一点。好啊，是那样。